好，我是 Sabrina。今天这一集呢，又是我们久违的3品介绍。那以前大概都是介绍初阶好养的品种，那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比较高端的，也是之前没有公布过的品种。接下来这3品呢，是适合有一定养功，然后设备跟环境比较齐全的路友们。那今天上午呢，淡水下了非常的狂风暴雨，然后所以我们温室早上也在下小雨，今天穿着雨衣来做工，还好下午就放晴了，所以适合来拍影片。Let's go！ 哒啦！以下是我们今天的3品珍奇异兽。首先呢，我们先从右边第一株，也是我们家这2年的当家花旦加百列开始做介绍。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加百列现况，它是由我们自己命名的品种。当初它的来源呢，是来自泰国 Nuuk 侏儒孢子苗里面的特选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带回来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3寸盆小苗。经历了1年半的养殖啊，慢慢发现这一品孢子苗的特异之处就是它的整体形态啊，非常出乎我们意料，像是翅膀的感觉，像两边展开。很好玩哦，它在前面1年半的时候啊，长了好几对手，但是就是不长营养液，所以当时我们就以为它跟骨刺一样，是完全不长脸的类型。它那时候在不长脸的时候啊，也是我觉得非常美的形态，因为它的翅膀有大概一次长5对，但是又好怕它断头。还好啊，在第2年的时候，它终于长出它的营养液。而且它的营养液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一般侏儒类型啊，其实营养液都不会太突出，但是加百列还竟然有冲高冠，所以它整体的比例是我觉得非常的协调。加百列啊，它整体的形态又跟我们常见侏儒是很不一样的，它是属于宽厚肥，它的叶面不是属于分叉很多的，是属于比较小叉的。但是我喜欢它是它的那个幅度的感觉，像环抱一双翅膀，所以这也是当初为什么命名的时候会以圣经里面的大天使长加百列来做命名。那现在啊，其实最有趣的是已经养了2年半哦，它都还没有出孢子，但是它新的一轮手开始有一点卷，有点微像小爪子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鹿角觉得很好玩，它每一个阶段都会是像是一个惊喜包。养殖这样第3年啊，它每一年的美都是不一样的。加百列的养殖啊，它非常的吃温度跟光照。像这一品的话，它就是我们放在室内冷气房，冬天虽然没有开冷气，但是也是让它维持在一定的温度，因为它很容易有畸形叶或是萎缩，所以它对温度非常的敏感。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补光啊，是要正上方是要补光的，它的叶面才可以有这么白皙的感觉。所以它比较不适合一般路友玩家，真的是需要室内设备比较齐全的路友们。但是我喜欢它的颜色是那种蓝色的底配上白毛。加百列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很会长龙骨牙，所以我们这边很多路友们带回去它的小侧牙，回去小入盆的，马上就可以1变2或1变3，因为它是龙骨牙增生速度会蛮快的。但是啊，还有一点就是不可以削贪哦。有的时候那个龙骨牙太多，真的不好切就放弃吧。因为我们当初也有左边切1牙，右边切1牙，2边同时切，它中间龙骨是很薄的一点点，差点让它断头死掉的危机，所以也要去帮它做一点评估。接下来是我们中间这一颗也是非常少露面的阿斯纳，它的来源是泰国，那它是从侏儒蓝皇后的孢子苗特选出来的。这一品的话呢，它是龙骨牙，是跟我们的路友蚊子哥收回来的。那这一品在市面上数量非常的少。那我觉得侏儒蓝皇后啊，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叶面啊，就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也是偏那种深蓝色，跟侏儒黄月又不太一样。侏儒黄月整体会偏有点黄跟白，那它这个是偏蓝白色。那叶面的话，它是属于那种也是比较细长型的，很多人会讲说它有点像珍妮刚开始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卷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有那种感觉。侏儒蓝皇后啊，在这1年在市场上也是非常的夯，然后我们也看了许多的母本啊，也觉得说，阿斯纳真的有它独特的特征跟美。那养殖环境其实就跟侏儒黄月啊、珍妮都是差不多的等级。像这种
小小细致分叉很多的呢，德仪是一样的特点，有点娇贵。它养殖的特征呢，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假如说像这种侏儒类型差很多的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塑形，要不然它的手很容易自己挤压到叉出不来，所以他们常常要帮他们腾出它们生长的空间，那这样叉才会长得细致又多，才可以完整的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当然，第3颗是这一株完全以前没有讲过的，大家猜得出来它是什么吗？那这一瓶的话呢是 Cardano， 也是我们家自己命名的。但它的胶种是很特别哦，我觉得是完全我自己想也没想过的。它是由2个平民配出来的，就像白饭配卤肉一样。它是最经典的爪哇跟柠檬的胶种特选。有没有？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耶！就是我以为它是什么2个很厉害的神兽，所以这一瓶让我想到雪豹，因为雪豹是野猫交野营的胶种，银鹿跟爪哇的体系出来的。那这一版又更平民啊，它直接是从柠檬跟爪哇交出来的品种。所以你看它这一瓶的特色呢，是它的冠是这种短短的，就有非常多的刺冠，所以有完美的遗传到柠檬的特色。它的手呢，我觉得是2品的结合，老实说有点像加百列那种翅膀的感觉，但它手稍微更长，那它蓝色的底又更加的明显。还有一点就是呢，它由于这2个遗传基因，所以它的养殖算是不难的哦，并不娇贵。这一瓶的话，养殖其实对温度没有要求那么高，不要太过热就好。但是它非常的吃光源，就是我们光源一定要平均有补光，它才会生长的平均，展开的漂亮，然后非常的白皙。重点是它生长速度也很快哦，它这样总共带回来是1年3个月的时间，从小小的芽奶到现在，我觉得这瓶是极品生长速度好快哦。讲一下这颗的来源，这颗来源呢，它是龙骨羊。但是我们看到母本照片就哇，也太特别了吧！仔细一看，它的胶种是竟然也是最普通的，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有特色。带回它第1颗龙骨牙，那时候还只是小小的鼻屎苗，这样慢慢带大。那因为前期都还很小嘛，所以前半年我都忘记它的存在，是等到它长大之后才唤醒对它的记忆。虽然呢，它不是侏儒，但是我觉得它跟雪豹也很像，它们都是属于中小型，然后长得非常精致、有个人特色的一品植株。我现在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我现在最期待的是它再长出2对手，以及它的刺冠再更茂密一点，比例又跟加百列不太一样，它是属于手更加狂野，但是配着短短小小的冠，我觉得超级可爱的。所以它真的是把这2个胶种的品种身上最大的特点都展现出来。我也觉得这就是孢子苗混播最好玩的一个地方，它可以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以上是今天这3款呢，大家可以帮我留言一下，你心目中谁是第1名？我想了解到底哪一株是人气王。以上是它们的特征跟养殖介绍。虽然这3瓶都属于稍微中高价位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入街一些比较不一样精致的品种的话，我觉得这3瓶都是不错的选择。以下呢就是我们的好，一下就好，拍个影片而已。以下呢就是我们的3品介绍，我们也有培育很多新的不同品种呢，慢慢的也会释出介绍给大家。拜拜。